我本来是想画另外一幅啊，我本来是想画另外一幅的，结果好像说是有可能跟别的老师重复了，害怕重复了，然后呢，就画了一个挑了这么一张。我本来想画的是，本来想画这一张来着啊，本来想画这一张，是不是啊？我本来是一开始想画这一张的，这一张也挺好看，是不是？是吧？这一张也挺好看，这一张这个构图也挺好。很简约啊，很简约的这么一个构图，内容也不多，对吧？内容也不多。这张也比较简单啊，我看看怎么画，选一段，画个2平尺吧。我看看啊，画不画？需要画咱们就画一下，不画咱们就下课了啊。不画了，画哈。我这张画快一点，好吧，稍微画快一点啊。那么这张这个构图和刚才那一张啊有一些不一样啊，有一点不一样。一个是腊梅，一个是这种，一个是腊梅，一个是这个红梅，对吧？一个腊梅，一个红梅。好，那么从这儿开始啊，这个小鸟呢不用画太高啊，不用画的太高。小鸟不要画太高啊。没裁纸啊，就这个调平吧。那么同样呢，画小鸟呢，都像这种，这个是这个小八哥啊，小八哥。从嘴巴开始，从嘴巴开始。你看，它都是双眼皮啊，下面的眼睛都是下面的这个眼皮2层，通常都是2层啊，2层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点它的这个羽毛，你不要去一开始也不要去披笔丝毛啊，直接点就完了，直接点就完了啊。老是这样啊。
然后因为它这个黑色的啊，黑色的它的腹部啊与它的背部这个黑还得做一些区分啊，还得做一些区分，一个稍微重一些，一个稍微浅一些，所以话说你要自己合理的安排好。比如这个呢，它其实是背面啊，背面的感觉其实还要浅，墨色要淡一些。到了正面的腹部，它的墨色要重一些。我用的尖毫其实就是这个白云笔啊，就我购物车里边有啊，这个笔。我用的是这个瑞云堂的啊，我购物车里有这个瑞云堂的，自己去看一看。到边缘，哎，稍微撕一撕毛。那么这个动态呢，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动态啊，也不难呢，不复杂，对吧？也不复杂。好，那么翅膀啊，翅膀重墨，哎，翅膀用重墨啊，重墨。那么这个翅膀呢，它是露了一半出来，露了一边啊。画的时候与上方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保持一定距离。要敢于用笔，注意它整体的一个形状啊，是这种弧形，到这边啊，越来越窄了，越来越小了。要注意整体的这个把握好。底下的呢长一些，哎，长一些。毛笔压下去，啊，好，到旁边啊，到旁边，到尾巴，我来看尾巴。尾巴用笔同样是这样啊，干脆利索，干脆利索。短了一点点啊，好，是吧？然后可以用稍微淡一点的墨色啊，淡一点的墨色。边缘的地方它通常都会浅一些啊，所以到后期了，到第二遍啊，老师采用的这个比较淡一点的墨。再淡一点的墨啊，顺着接下来，
顺着接下来啊，可以等那一块干啊，等这个翅膀这一块干了之后再接，否则啊可能会跑沫啊，或者否则会跑沫。你稍微的等一等。哎，那么它其实这个毛茸茸的这种效果啊，它就能出来了。好，那么正面这一块啊，正面这一块，腹部这一块，墨色要重一些，墨色要浓一点，看比较浓一点啊，比较浓。最好稍微等它干了之后，或者给它吹吹干。小笔触，小笔触啊。八哥的这个它的一个羽毛啊，还比较厚实，明白吧？它的羽毛感觉会比较厚实一些啊。好，到下面呢，稍微大一点的笔触，换一支大一点的毛笔啊。同样是这样啊，排列。你们以前肯定没有这样画过这个羽毛吧？你看，我是这种线条啊，打点的方式。这个方法是特别适合画这种八哥类的，特别适合画八哥的羽毛啊。所以告诉大家啊，画鸟不一定非得丝毛，方法很多。有的同学丝毛丝不细啊，你丝毛丝不细啊，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啊，用这种方法，这是比较粗的这种方式了，对吧？你看，我稍微给它吹一下，好吧？看到没有？这个画出来，这个八哥特别有精神啊，特别有，是不是很有力量、很有精神的感觉啊？对吧？很有精神啊！我们再把这个爪子稍微画一画啊，把爪子画一下。爪子呢，就是一个这个黄色了。我们刚才用到的黄色呢，哎，猪标或者是猪标加点藤黄啊，都可以。我画这个，我不跟大家说了吗？我画江汉厅都研究他的这些方法啊，都不光是研究他的方法，我都快研究出自己的一套这种方法了啊。从他入手，你就研究着啊，就慢慢的自己都快形成了好多独特的这种技法了。所以学习它就是这样啊，学别人的，学着学着嘛，慢慢就学成自己的了。
不光是就吸收了，对吧？真正的吸收掉了。好，两个小爪。所以说这个画画光学点皮毛啊是没用啊，学进去了才行。学皮毛很简单啊，学皮毛很简单。啊，要学到最后，哎，要超越。好，我们再看一看啊，再看一看。那么这个小八哥是不是一会儿就画完了啊？大家画一只鸟可能得画半天，你看老师画一只鸟呢，一小会儿就画完了，是吧？那么这张咱们这个尺寸呢，又是比较的长啊，又比较长。我看一看，再画一条吧，画一张完整的算了。这个不好压缩啊，不好压缩。画快一点了啊，墨迹了。挥毫泼墨了。课下大家就自行的看这个回放，好吧？这个具体的位置啊，你就根据我回头把这个原图也传上去啊，传上去，就根据这个位置自己找。画这种石头类的东西啊，要用笔一定要连贯，好吧？很多同学画画用笔特别不连贯啊，一笔一笔的都是散的，对吧？那经常讲笔断意连呢，默契得接得上啊，像这样的啊，这种默契默韵，这种韵味你得能够连得起来才行。得先给它连起来啊，连起来。
然后再来什么找这些变化，再来找变化。找变化的时候，注意这些用笔啊，它一切可能都是沿着它的这些石头的形状，沿着它的这个结构来走的。为了表现出它石头的这种这个十分三面啊，或者阴阳相背等等，这些都可以。同时要注意你的笔墨的分布啊，分布的不要太松散。然后里边墨色，你看看，浓中有淡啊，淡中有浓，对吧？干中有湿，湿中有干，等等的都是搭配着运用的。好，那么这个石头，几分钟就完成了，其实几分钟就能画完了。那么接下来画这个枝干啊，枝干也简单。枝干的墨色又比石头要重一些啊，又要重一些。一开始你可以不需要用特别重的，你可以选择一开始用一个比较淡的这种墨色啊，淡的一个墨色，把枝干呢先给它画出来，整体画出来，干了之后再来浓破淡啊，或者是半干的时候啊，再来收拾它。那么画枝干要注意笔墨的一种节奏啊，一种节奏与粗细的一些转换，粗细是要有变化的啊。转的时候宁方勿圆，好多同学这个枝子啊，它转的时候特别圆啊，特别圆，圆了之后它就没有力量了嘛，它就没有力量了。石头好像略微画大了一些啊，略微画大了一点，那么我们只能是见招拆招了，所以要随机应变啊，因为我们这个尺寸呢，这个纸张比它的要长，但是没有它那么宽，对不对？没有它宽呢，它这个比较宽啊，稍稍把这个构图出枝稍稍改变一下就可以了。稍微改变一下啊。从这边，从这上来一只啊，上来一只。然后再来从这儿开始啊，再从这儿开始接的时候注意一点了，你就得小心一点了啊，这个地方是不是得小心一点呀？该慢的慢一些啊，该慢的咱们慢一点。
有一些线条可以选择中锋啊，有一些线条可以选择中锋了，不一定非得是侧锋啊，中锋、侧锋来来回回的这么转化的运用啊，转化的运用，这点墨汁。看啊。把这些枝子啊都处理好，对吧？虚虚实实啊，这种线条的这种流畅度。那么这块呢，稍微留着一点，那里边有一些这个什么花啊，这个山茶花，对吧？有山茶花啊，所以我们稍微给它留着一点啊，稍微留着一点。稍微留一点啊。所以有时候啊，稍微见招拆招啊，见招拆招。改一改，把这些地方改一改，把构图啊改的好看一点。改一改啊，把这种枝子再繁密一点、复杂一点。看，哎，你看这个枝子，这啥也不画就很好看了啊，啥也不画，我都感觉这一块都很舒服了啊，这个墨色就很漂亮了吗？所以写意画啊，这个其实就有一点这种变灵的感觉的，对不对？有一种就是看平时到底对于绘画到底了解多少，懂多少，对不对啊？看了这幅就感觉这幅比那幅还好看，是不是啊？喜新厌旧啊，刚才还说那幅好看呢。好，下面我们再往上啊，再往上，一会儿把这个花一点啊，这个枝子，你看这个枝子，因为画的快，有时候刚才那个画的比较慢悠悠的，慢悠悠的啊，这个画的因为赶时间，有点赶时间了啊，画的比较快一些，快有时候这种更一气呵成一些啊，包括我用这么大的、这么粗的一支毛笔来画这么细的枝子啊，要大家画那个枝子不知道阴成什么样了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啊？
快更连贯，是气息流畅，对，但是你们不要图快啊，千万不要图快啊，慢也很重要，有时候慢也很重要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要画复杂了，上面简约一些，上面呢让它简约一点啊，下面呢可以稍微显得复杂一点。好，下面点花啊，点花。那么花呢是这个黄色的啊，黄色的，它这个点的和梅花差不多呀。它点的和梅花这个差不多。其实这个腊梅大家应该见到，腊梅它花瓣呢相对来说还比较长一些啊，没有那么太圆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再来一个碟子啊。新来的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啊，点点赞，点点关注。然后学习的同学点击课程链接啊，咱们的课程链接在1号链接。哎，我那会儿画梅花的毛笔呢？在这儿。来，藤黄。挤点藤黄啊，还可以笔尖可以稍微加一点这个猪标，藤黄和猪标啊。我们先把上面的点了，先把上面的点了。那么点的时候呢，是方法是一样的啊，是一样的。花瓣呢可点的碎一些啊，点的碎一点。花瓣可点碎一点啊，不用点的。主要是体现一种啊用笔。
颜色上啊也有一些这种冷暖之分啊，有一点这种冷暖。黄色它也不光是这个黄，对吧？它有一点偏暖一些嘛。小花苞的地方啊，可以稍微多一些。再来点下面的啊。先把这些花呢全给加上，漂亮啊！这张画的这个墨气更好一些啊，这张墨气的这个墨韵更漂亮一些，更痛快一点画的是吧？底下还有山茶啊，底下还有山茶花。底下还有小山茶呀。这个藤黄多挤一点啊，不然不够用了。但一般这个藤黄一般用的不多啊，一般呢除了像这样的，它就是黄色的花，我们才会用的比较多一些，对吧？平时哪有纯用藤黄用这么多的？没有。那么这花瓣它有一点这种包裹起来的感觉啊，所以要转个圈啊，稍微拧一下，是吧？这个因为这个，你看它其实是比较琐碎一些啊，它这个花瓣呢比较琐碎一点，点时候要注意一下。那么这一块呢，可以稍微多画一点嘛，你不用画完整的，你可以多点一点小花骨朵啊，没有必要非得画那么完整。像这样的地方啊，小花骨朵可以多来几个。
腊梅，腊梅特别香。今年因为直播都没咋出去，都没有怎么见到腊梅啊，都没咋出门。以前出门，这个老是见到腊梅啊，特别香。好，漂亮啊！再把小山茶花呀，缝里边加一加，点一点。小山茶花呢，可以稍微大一点的毛笔，也可以用这个小毛笔也行，换一个大一点的吧。好像没有太合适的了。山茶花呢也是朱砂啊，朱砂。朱砂加一点这个曙红啊，一点朱砂。新来同学给老师加关注啊，加关注，点点关注。来，开始。这个缝里边还不太好画。这边一朵就好画一些。我这边有一朵，这边有一朵啊。然后上面好像有，山茶花的种类也很多，我前一阵去那个花卉市场嘛，去看那个花，山茶花正好这个时候都开了啊，很漂亮，有粉色的啊，有这种红色的，还有花瓣特别多的那种，特别好看。来，我们再点一点叶片呢，就是花青色啊，花青色。这张为什么好看呢？它颜色多，你知道，有了颜色比较多。
大家就觉得挺好看。其实那张也好看。叶片，那先点叶片啊，再来穿枝。我们先把叶片点出来，叶片也是有大有小啊，有大有小。然后再把它枝子呢稍微给它穿一穿啊，穿一穿。咱们这个里边好像比较空一些啊，比较空一些，回头还得，它这个干好像是这么穿过来的，回头用这个墨色啊，稍微再堵一堵这些，堵一堵这些地方。看看啊，往这下面加朵花啊，往这下面加朵花吧。往这加朵花啊。丰富起来，不然的话这块有点空。好，来来来，缩小一点。这个里边怎么还有树枝啊？你看这个里边还有好多枝子呢啊，都化掉落下来了是吧？看下面小树枝穿下来的。我这个洞里边。
没事，不用点了，点累了就别点了。咱们就自己画着看一看啊，学习学习就行了啊。点那么多干啥？那今天时间还不算太晚，正好看完睡觉啊，都弄好，躲被窝里边看一会儿，看好呢，老师直播结束，哎，大家睡觉，这也挺好吗？当成一个节目来看，对吧？当成一个娱乐节目。梅花的叶子呢，稍微偏红一点点啊，其实是更是偏赭石一点，其实啊，不是偏红，应该来说是偏赭石一些。赭石加一点刚才的这个花青啊，刚才的花青，一个赭石加花青的这么一个颜色，颜色比较奇怪啊。或者是用这个柱标，哎，用这个柱标也行啊，其实用这个柱标也可以。来试两笔啊，试两笔。啊，用柱标啊，用柱标也是可以的。你看这颜色，哎，有一点蓝，又有点红，有点蓝，还有点合一块有点紫的这种感觉啊，很有意思。蓝蓝红红紫紫。也有的地方红一些，有的地方蓝一点。这个上面是这个什么花的叶子啊？这个是蓝的，是山茶花的叶子。这个颜色是这个腊梅的叶子啊，知道吧？有，腊梅有叶子，它花开败了就会有叶子的。它一般是几乎是开一半的时候，它就会有叶子啊。怎么会没叶子呢？所有的花都会有叶子，只是它先长后长。有叶子，有叶子。
你们看到是不是光秃秃的感觉？是不是？有叶子的啊，所有的花都会有叶子。好，那画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把这个花蕊，这个花托的地方给点一点啊。花托这个里边呢，它是加了一点赭石进去啊，可以用一点赭石，一个比较暗的一个颜色啊，赭石加一点淡墨。而且腊梅它基本上都是耷拉的这种感觉，对吧？都耷拉在这个枝上的这种感觉，它不像梅花。可以用这个白色啊，勾一勾这个小蕊啊，勾一点花蕊。好，里边这个枝子啊，稍微给它加一加枝子啊，这块那么这个小花托，山茶花的一个花托，它有点像那个松果的这种感觉啊，像那个松塔的感觉一样。哎，稍微加一点。
你看，这再上几节课啊，如果有空再画几张，又两套四条屏，这又出来一张了。看回头谁找我要画？说啥呀？给大家说一下啥？啥画画结束给大家说一下。所以画写意画啊，你这一晚上画一张，画不痛快，对吧？时间不够。整2张。所以说以前呢，给学生布置作业的，像这样写意画，一天都得画，当然没这么复杂的啊，画的比较，像什么梅兰竹菊啊，像这样的基础的呀，一天都得画30张。就是三裁的啊，4尺3裁的，一天呢，从早到晚呢。又得把这个毛笔练熟了，把手练熟了才行，否则怎么能画好呢？咱们学生给整的苦不堪言呐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把这个花呀，花呢白色啊，白色加一点藤黄，花蕊，山茶花的花蕊啊，白色加一点藤黄。白色加一点藤黄啊。厚一点啊。哎，点的密一点，厚一点，看，点的密一点。哇，放大了啊，放大一点，看到没有？点的密一些，厚一些。哎，这个点子点的密一点，厚实一点。
啊，这样它好看一些啊。哎，大大小小啊，大大小小的都得有。哎，有地方，有地方，没地儿了。上面这一块，也是这样的，有大有小啊，这个点子可以有大有小。勾粗一点没事，勾粗一点没事啊。旁边还有一个吗？是吧？完成啊，完成，很快，不到1小时吧？对不对？不到1个小时啊，不到1个小时，咱们给它搞定了。啊，不到1个小时啊，这不容易啊。看小鸟的这个层次啊，墨色的层次，对吧？哎，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区分。那么在技法上，你看也是啊，上面的和里边的这个技法不一样啊，技法不一样，所以一个通过颜色，另外一个通过这个技法表现手法啊，通过表现手法来区分它的一个正面和反面啊，正面和反面。所以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啊，等待大家学习的东西啊，其实还挺多的，是吧？真正学下来也不容易。小鸟舌头啊，舌头大家比较喜欢关注小鸟的舌头，舌头你就用淡淡的这个红啊，淡一点啊。一般就可以从外面往里面稍微带一笔就可以了，不要太红啊，不要太红，有一点就行了。有一点这意思就可以了啊，不要画太过了，好吧？小鸟啊，好，那么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坚持这么久，37了。那么今天就到这了啊，今天就到这了，各位晚安，各位晚安，我一会儿剪视频啊，拜拜，拜拜。